魏国，我刚跟闺蜜过完生日回来了，买了我最爱吃的大榴莲。一会儿开盲盒给你看视频啊。不过我等会儿还得去做产检，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哟，小沈啊，买榴莲啦！今天过生日。哟，听说这东西可贵了，这一块窝的臭玩意儿包一斤得100多吧？这么大一个，得大几百块钱呢！不是阿姨说你怀个孕而已，有必要这么矫情吗？王阿姨，您这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怀我儿那时候连块猪肉都吃不上，挺着个大肚子还得下地干农活呢。现在这年轻人啊，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惯的毛病。就算你要吃水果补充什么维生素，去乡下2个黄瓜不一样吗？那都是免费的。我就爱吃热带水果。再说了，今天是我生日嘛，当然是自己喜欢最重要了。喜欢？你喜欢什么不好？就非得喜欢这些败家的玩意儿？空运来的水果不好，你懂不懂？那都是智商税。照你这种吃法，今天买榴莲，明天买车厘子，一个月光水果钱不得1000多，日子还过不过了？啊，大妈，我跟你很熟吗？我花我自己的钱买我自己吃的东西，关你屁事儿！你是太平洋的警察吗？管得这么宽？这脑子有点毛病，人家花自己钱，跟他有什么关系？哎呦，大家伙评评理呀！我这不是怕你们年轻人不会过日子吗？我这做长辈的好心好意提醒2句，你这死丫头还骂我，真是不知好歹，狗咬吕洞宾。现在的女孩子啊，真是又懒又馋，仗着肚子里揣了个货，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照你这种败家法，金山银山都被你吃空了。等孩子生下来没奶粉钱，跟着你喝西北风去吧。这娃娃摊上你这么个只顾自己嘴馋的妈，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不是你有病吧？出门忘吃药了就赶紧回去吃，能不能不要对别人的钱有那么大的占有欲？怎么着，家里揭不开锅了，还是你儿子穷的要饭了？盯别人买个水果把你给馋得狂咽口水，买不起就直说，搁这儿装什么大尾巴狼？你这个没教养的贱皮子，你敢这么跟我说话？我会馋你一块破树皮，你信不信我让我儿子扒了你的皮？我说这位大妈，你过分了吧？人家小姑娘怀着孕呢，今天又过生日，买个榴莲犒劳自己而已，没碍着你一根汗毛吧？你犯得着这么恶毒的咒人家孩子吗？就是啊，你这老太太脾气怎么这么重？管好你自己儿子就行了，天天盯着人家孕妇的肚子和钱包，你算老几啊？管人家干嘛？真当这小区是你家开的呀？一帮穷鬼，懒得跟你们废话。大妈，妄想症是病，得治，讳疾忌医可不行。哎呀，3点的晨诊快来不及了。小沈啊，刚才电梯里有外人，阿姨要给你留面子，有些话不好多讲。现在就剩咱娘俩了，我可要跟你好好交交底儿。这日子啊，可不是像你这么过的。等会儿，什么娘俩？我都不认识你，连你叫什么都不知道，我跟你有什么好说的？哎呦，瞧你这孩子，这就见外了不是？还跟我搁这装呢？你别碰我，有话说话。行行行，还挺傲。阿姨，实话告诉你吧，我在这小区观察你很久了，你搬来这大半年，进进出出就你一个人，连个男人的影子都没见过。什么老公出差，我看呐，你根本就是未婚先孕，被人搞大了肚子甩了吧？大妈，
你是不是有被迫害妄想症？我结没结婚，我老公在不在家，关你屁事？怎么不关我的事儿？你呀，肚子里揣着个不明不白的种，还这么能花钱，买个破水果就花几百块，一点都不为以后的日子考虑，怎么行？我可真服了，我肚子里又不是你的孙子，我花我自己的钱，你到底在瞎操什么心？小沈啊，我是为你着想。实话告诉你，我儿子虽然看上你了，但我们老王家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的。我儿一个月赚大几千块呢，他心善，不嫌弃你破鞋一只，但他可绝对不会白白帮别的男人养个拖油瓶。既然你要嫁到我们老王家，那过去的破事儿我也就不计较了。但是你进了门就得学会勤俭持家，必须把你的工资卡交给我来保管，更要懂得孝顺我这个婆婆。像今天这种买几百块钱榴莲乱花钱的坏毛病，进了我们老王家的门，绝对要彻底改掉，听见没有？啥玩意儿？我嫁到你家？哼，不然呢？只不过啊，你这头胎不好，我也不是封建的人，你可以不用打胎，但是生出来之后得把孩子送走，不然我凭什么让你嫁进来？王阿姨，你到底是精神有问题还是脑子进水了？哎呦，你这死丫头，你这是跟婆婆说话的态度！谁是你儿媳妇？我有老公，我们感情好得很，我更不认识你的什么狗屁儿子。我就买个破榴莲，怎么就能让你这干瘪的大脑抑郁出一个儿媳妇了？你是有预想症吗？哪个女的脑子抽了，会倒了8辈子血霉嫁到你家呀？去精神病院相亲都轮不到你们家。你不认识我儿子，你不认识他，你给他送什么水果？什么水果？我什么时候给他送水果了？装，你接着装。现在的年轻小姑娘真是不害臊，勾引我儿子还不认账，怪不得未婚先孕，大着肚子被别的野男人甩，原来是个水性杨花的贱货。也就是我儿子老实，才会被你这种不要脸的东西迷了心窍。你神经病吧？你儿子到底是谁啊？长得是像吴彦祖还是像彭艳艳？值得我挺着6个月的肚子去勾引他？你把话给我说清楚！怎么没送？不就是上个礼拜2的下午吗？你买了1箱水果，专门挑了一个最大最黄的芒果，亲自送到我儿子手里。我儿子回来高兴的一晚上没睡，还跟我说你暗恋他好久了，故意找借口接近他，你敢说没这回事？这电梯坏的可真不是时候。你没事吧？摔到哪了？你等一下，给你，拿着吧。摔疼了，吃点甜的，心情会好一点。那天是他自己走路不看路，从楼梯上摔下来了。我出于好心，看他可怜，才给了他一个芒果安慰他。结果他倒好，当成是我暗恋他。你们一家子是不是都有普信综合征啊？我呸！那你怎么不给别人，就给我儿子？说明你心里就是有他。再说了，不认识又怎么了？不认识就不认识呗。感情是可以结了婚慢慢培养的嘛。大妈，大清早就亡了，你活在哪个年代？亡什么亡？结婚这种事情，自古以来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哪有你们这些小孩自己说了算的？我说是就是。我告诉你，我这个当婆婆的心胸宽广，都不嫌弃你是个带瓢跑的破鞋了，甘愿让我儿子当键盘侠。你居然还敢嫌弃我儿子？
你别给脸不要脸！大妈，我不得不再一次向你强调，我已婚，我有老公，而且我们感情非常好。你要发神经，麻烦你自己回家发去，或者出门左拐去精神病院挂个号。行了，小沈呐，你就别搁这装了，我都说了不嫌弃你了，你还闹什么脾气？你简直是个不可理喻的疯子！滚开！好狗不挡道！哎呦，你这死丫头脾气还挺大！我告诉你，别给脸不要脸，除了我儿子，没人敢要你！怎么了这是？脸都气白了，碰上债主了？别提了，碰上个发神经的奇葩邻居，非说我暗恋他那儿子，还妄想让我嫁过去给他家当媳妇儿，简直是神经病！我去，这年头还有这种极品，你怎么不报警啊？算了吧，跟个脑干缺失的老太太掰扯不清。我只希望他这满嘴喷粪不要影响了我今天产检的状态。我跟魏国结婚4年了，他一直在队里，常年回不来。好不容易今年我把工作调附近，租了这个房子，才有了这个宝宝。没想到摊上这种脑子不清表的邻居。算了，反正房子是租的，还好没买。等魏国休假回来，我们就尽快搬家。你一个大着肚子的孕妇，天天跟这种定时炸弹住一栋楼怎么行？要不你别租了，直接搬来我那儿别墅跟我一起住吧，咱俩也好有个照应。不用啦，我已经麻烦你够多了。而且魏国下周就要休长假回来了，到时候有他在，谁敢惹我？也是，你家老公的体格，往那儿一站，那老太太估计得吓尿裤子。沈女士，您是家属，走绿色通道，这边请，不用排队。今天谢啦，小肖，等魏国回来请你吃大餐。谢谢王姐送的水果啊，这车厘子真甜，个头真大。王姐大气啊，这金枕榴莲得好几百一个吧？家里是有什么大喜事啊？这么破费？就是，刚才我看王姐提着大包小包的分儿，可阔气了。奇怪，就王金莲那种抠搜的极品铁公鸡，会舍得买大几百的榴莲和车厘子送人？小沈，你怎么一句话都不说？群里大家都沾了喜气，你怎么装死啊？也太不懂事了。等结了婚，妈我可得好好教育教育你这规矩。哟，小沈啊，不就是下午在电梯里说了你俩败家吗？妈那也是为了你好。现在喜糖和水果邻居们都吃上了，你还在这群里跟我装什么清纯？这老太婆真疯了吧？她在群里叫你什么？今天是个好日子，我儿和小沈定下了。虽然小沈肚子里揣了个来路不明的野种，但我儿心善，不计较。只不过要进我们家门，这头胎是不能要的，是要送人的。以后小沈就是我儿媳妇了。我请大家吃点水果，以后在小区里大家多多照应我们家新媳妇儿啊！我操！不是这男的谁啊？长得跟个土豆似的，这老太婆疯了吧？这王宝回去到底跟他妈胡说八道了什么？这死老太婆居然就直接在群里给我发结婚证了！哟，怪不得小沈平时进进出出都一个人，连个男人影都没有，原来是未婚先孕啊！什么？
1002那女的男人跑了，让邻居给她接盘，这王姐也太心善了吧！真是啊，带嫖进门都要，还是生过别人孩子的。1002，你可得好好感谢王姐一家，以后当牛做马，好好孝顺婆婆。我已婚，我已婚，我已婚。1102发神经，我不认识他儿子，更没打算嫁给他儿子。谁再造谣，我报警了。好了好了，大家都忙，不要占用小区群公共资源了。年轻人脸皮薄，有什么事儿，咱娘俩回家关起门来慢慢说。大家吃好喝好啊！这他妈能忍？老娘今天非撕了这老妖婆的嘴。露露坐好。哟，这不是咱们小区的新娘子回来啦！大喜的日子啊，还冷着个脸。王姐送你的那车厘子可甜了，滚开！我的门。我操，遭贼了！1102，你几个意思？别装死说你不知道，我家门口装了隐形监控，立马给我滚下来！大呼小叫什么？一栋楼都听见你在这发疯。我东西呢？你凭什么进我家偷东西？什么叫偷？一家人怎么能叫偷呢？你这嘴巴真是欠教育！那些乱七八糟的瓶瓶罐罐，我都替你处理了。你现在是孕妇，你懂不懂？那些东西都有毒，涂在脸上渗进肉里，是很影响你怀二胎的。处理？你处理到哪儿去了？我拿去给你小姑子了，也就是我女儿。她看那瓶子好看，都不嫌弃是你用过的残翠品，你还在这矫情个屁呀！还有你那些破首饰，我都找人看过了，全都是假的，不值钱的玻璃叉子。我已经拿去旧货市场论斤卖掉了，统共就卖了100块。大妈，你这人是不是脑干缺失啊？撬锁进门，私闯民宅，入室盗窃，把别人的贵重物品偷去送给自己女儿。你既然这么恶，我现在就报警，让你去吃牢饭。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谁家婆媳还不吵个架了？好了，别在外面丢人现眼。大家伙给评评理呀！新媳妇不懂事儿，怀孕了还不顾及孩子，天天乱抹那些毒化妆品。哎呦，我这个当婆婆的，为了大孙子的健康，帮她收拾啦。她居然在这儿骂长辈，让大家见笑了啊！我回去一定好好立规矩。刚才发给大家的进口水果都吃了吧？那可贵了，大家快回去吧，别看热闹了。怎么了？怎么了？我100多一斤的阳光玫瑰葡萄，空运的香菲荔枝、燕窝，就连我妈妈特意从老家寄来，准备留着过年吃的土猪腊肉和香肠，全都凭空消失了。
1102，你是不是活不起了？偷化妆品和首饰还不够，连孕妇冰箱里的肉和水果都要偷得一干二净。你家是收破烂的吗？你说话呀！我的东西呢？什么叫偷？你个死丫头，臭嘴会不会说话？我是光明正大进去拿的。你一个女人家，肚子里还怀着个来路不明的野种，你配吃这么贵的东西吗？还有啊，你一个孕妇，家里怎么还会有卫生巾？还买这么贵的？身为你的婆婆，我有义务管教你，别天天买的。不过，你既然买了这些东西，水果我就分给邻居了，卫生巾嘛，我就替你用了。凭什么？就因为我老公常年不在家，你就以为我是好欺负的软柿子？哎呦，现在的婆婆真是太难当喽！一冰箱的水果啊，死沉的，都是我这把老骨头一个人拎着上下的分给大家，你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你亲妈就是这么教你做人的？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摊上你这么个败家玩意儿！行了，别装死狗了，你的工资卡我也找出来了。我平时都用手机银行，所以工资卡一直放在钱包里。那个钱包在手机包里，手机包在挎包里，挎包在双肩包里，双肩包在健身包里，健身包在旅行包里，旅行包在登行箱里，登行箱在托运箱里。你到底翻了多少层？你属土拨鼠的吗？我靠，这是来抄家的吧？没办法呀，你们是不知道，我这个新媳妇儿实在是太能花了，一个月光吃水果就要花1000多。我这个当婆婆的，要是再不管着点儿，我们老王家的家底早晚得被她吃空。沈露啊，妈也不是那不讲理的恶婆婆，这张卡以后就交给我保管。只要你表现好，我每个月可以给你200块零花钱，让你自由支配。怎么样，够大方了吧？露露，抢走我全部的工资，再像打发叫花子一样给我200块，你是有多丧心病狂才说得出口？露露，别跟这疯狗费口舌了，跟这种人说人话他是听不懂的。报警，咱们现在就打110报警，抓他去坐牢。打110太便宜他了。你好，我是周志国的家属沈露，我的家刚刚被暴徒入室盗窃，恶意砸毁，请警察介入。哎呦，老天爷啊！你睁开眼睛看看这黑心肝的毒妇吧！大家伙听听，都听听啊！哎呦，我的妈呀，笑死个人了！你个死丫头，一天天的在家没事干，是不是看那种什么夫人的短剧看魔怔了，还跟这装上家属了？你咋不说你老公是玉皇大帝呢？老妖婆，你放什么屁？你这个入室盗窃的贼，就等着把牢底坐穿吧！呸！什么入室盗窃？你少拿这些大词儿来吓唬我这个老婆子！我拿你一点吃的用的怎么了？你冰箱里那些肉放着也是坏，那些破首饰、破瓶子都是你用剩下的二手货，我拿给我女儿用，那是瞧得起你。一家人拿点东西，那能叫偷吗？你自己不要脸，大着肚子怀了个不知哪来的野种。我儿子心善，好心好意肯娶你进门当接盘侠，你不领情就算了，现在居然还编出个不存在的老公来吓唬我。街坊四邻又不是没长眼睛，你搬来大半年了，天天独来独往的，你家到底有没有男人？大家伙都是瞎子看不见吗？小沈啊，不是大姐说你，你婆婆这人虽然嘴碎了点，做事糙了点，
但人家能接纳你一个怀着孩子进门的女人，真的已经很大度了。唉，都是一家人，牙齿哪有不碰舌头的？就各退一步算了吧。这过日子啊，是慢慢磨出来的，不是闹出来的。你这么大度，你怎么不把你家闺女嫁给他们家？你这么喜欢退一步，你怎么不把你的工资卡拿出来孝敬这个老妖婆？抗他人之高，你算哪根葱在这放连环屁？哎，你这人怎么骂人呢？真是不知好歹。小沈，你朋友说话太难听了，你不愿意这门亲事，就跟你婆婆好好说，让她把工资卡还给你，你再低个头给她道个歉，这事儿不就翻篇了吗？但是你刚才装瞎说就不对了，你这不是胡闹吗？现在国家查得多严呀，冒出瞎说那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连外面那些搞电信诈骗的都不敢随便造假身份了。你一个小姑娘胆子也太肥了，这要是真招惹了警察来，你这是要被抓进去吃牢饭的。这要是真招惹了警察来，你这是要被抓进去吃牢饭的。对对对，老李说的对，这可不是能拿来开玩笑的。小沈啊，你可别为了争个面子，把自己给作进去了。再说了，女人嘛，这辈子哪有不委屈的？你婆婆管你的工资卡，也是为了你好，怕你年轻人大手大脚乱花钱。大家都是邻里乡亲的，各退一步，海阔天空嘛。听到没有？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还不赶紧给我磕头认错，不然我马上打电话叫我儿子回来收拾你。小沈啊，你刚结婚就跟婆婆闹僵了，这以后的日子还过不过了？是啊，等你以后肚子争气，给她怀了个亲孙子，你想要什么她不给你买？傻丫头，非要争着一时义气，这家庭啊是要靠咱们女人去隐忍去经营的呀。我今天真是开了眼了，碰上一个有迫害妄想症的神经病，算我倒霉。可你们这群人，事情都没搞清楚，就在这慷他人之慨。我操！我活了25年，今天算是彻底见识到物种多样性了。这都什么年代了，大清早亡了！你们是在这搞什么大型裹脚布展销会吗？妈，把我跟魏国放在家里保险柜的那本结婚证，立刻拍张照片发给我。对，高清原图，马上。哟哟哟，还搁这儿演呢？你要是能拿得出结婚证，老娘今天把这楼道的瓷砖给舔干净。都给我睁大眼睛看清楚了，我已婚，我有个合法的丈夫，我是正儿八经的家属。这楼里有个入室盗窃的神经病，你们不怕，反而非得逼我一个受害的正常人自证清白发结婚证，你们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吗？哦，对了，给大家普个法，结婚证是国家法定证件。1102刚才在群里用 AI 造假伪造结婚证，虽然合成的像智障一样劣质，但这也是真真切切的违法犯罪。那个锅里还炖着汤呢，我先回去了。我操我操！1002小姐姐直接甩国家级硬核证书了。1102王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人家明明有老公，到底是不是你儿媳妇啊？你这不是扯淡吗？闹了半天，搞这么大阵仗，不会都是1102那个老太婆自导自演的吧？细思极恐啊！1002沈路，妹子，你快把照片撤回吧。结婚证毕竟是私人重要证件，被人截了图，拿去干什么坏事就不好了。什么啊？凭什么说我发的是合成的？大家别信他，现在的年轻人心眼多着呢。我看他这张才是花几十块钱在天桥底下找人 P 的，我的可是真材实料。大妈，你的脸皮简直比城墙拐角还要厚啊！事情都败露的底裤都不剩了，你居然还能硬掰，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应这种医学奇迹了。102王老太婆，你是年纪大了眼睛被屎糊住了吗？人家小姑娘发的这张结婚证，上面的钢印纹理清晰可见，连光影反射都对得上。你再看看你自己发的那张破玩意儿，你发的那张，你儿子那张猪头被抠得连半边肩膀都没了，
脖子和衣服的边缘全他妈是锯齿，背景红布连个褶子都没有，用个免费智障插件P 得这么烂，还敢发出来丢人显眼，我脚趾头画的都比你这真。18楼这大哥能处，嘴是真毒啊！1803，你个不要脸的狗东西，你敢骂我？你是不是也跟1002这只破鞋有一腿？看他长得一副狐狸精样，就帮他说话。我看你妈当年也是未婚先孕，不知道跟哪个野男人鬼混，才生出你这么个没教养的玩意儿。老东西，你他妈敢骂我妈？你给老子等着！老子现在就下楼，今天不把你的嘴撕烂，老子就不叫阿虎。露露，这18楼的大哥看着脾气挺暴啊，估计不是个好惹的主，这老妖婆要倒大霉了。来啊，你个龟孙子下来啊！老娘躺地上讹的你裤衩子都不上。都别吵了，刚用实验室的专业 AI 检测胎件跑了一下后台数据。1002发的结婚证照片，噪点自然 ，EXF 信息完整，是原片无错。1102发的那张所谓结婚照，合成概率100%，并且软件源头显示是一款名为“夕阳红极速版”的免费 P 图 APP。结论：1102伪造虚假证件，实锤。那就算照片是假的，他家那么多东西放着也是浪费呀。我这也是留着这些废话，去给该解释的人听吧。你什么意思？吓唬谁呀？我还要回家给我老鸨做饭呢，不跟你们瞎扯了。我们接到转交的紧急报案，说这里有家属的住所遭到非法入侵和入室盗窃。警察同志，是我老公的领导报的警，我是一名家属，我爱人长期不在家。楼上1102的这位女邻居就以为我家没男人好欺负，趁我出去产检，私自撬坏我家的防盗门，非法侵入我的住宅。他不仅入室，还大肆盗窃。就在10分钟前，他亲口承认拿走了我的工资卡、几万块的金首饰、全新的大牌护肤品。更丧心病狂的是，他连我一个孕妇冰箱里用来补充营养的肉和水果都洗劫得干干净净，简直像土匪扫荡。入室盗窃，还专挑孕妇下手。不止这些，他为了将他那儿子塞给我，在小区足足有2000人的业主大群里，用 AI 伪造国家级结婚证件，对我进行极其恶劣的羞辱和诽谤。哎呦，警察同志，误会，这都是天大的误会啊！我们这都是街坊邻居闹着玩的，什么偷不偷的，多难听啊！我就是帮他管管钱。谁跟你误会？手拿出来，别乱动！沈璐，算你狠！你不想嫁进我们家就算了，我儿子不要你了，行了吧？你肚子里那个拖油瓶，我们老王家不稀罕了。你现在已经被我王家给休了，卡还给你。以后咱们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两清，听见没有？咱们两清了。给我回来吧你！哎呦！想走？大妈，大清早亡了，你搁这演什么休妻的古装戏呢？你撬门、偷盗，把人家孕妇的口粮搬空，还在2000人的大群里伪造机关证件。你以为你把赃物往受害者手里一塞，说句两清就完了？你当法律是你家炕头上的烂抹布啊？想怎么搓就怎么搓啊？你这叫退赃未遂，根本不叫两清。救命啊！打死人了！你撒手，那你要我怎么样？我还不是想着早点把婚事定下来。就算我搞错了，就算她不是我儿媳妇，我就不能管她了吗？警察同志，你给评评理，现在的小姑娘哪有几个会过日子的？一个个懒得出奇，还大手大脚，买个破水果花好几百块钱，这在过去那是要进猪笼的败家玩意儿。我作为长辈，管教管教怎么啦？他亲妈不会教女儿，知道我在这儿帮着费心，还要感谢我呢。他不给我送2面锦旗就算了，居然还敢报警抓我，他还有没有点良心啊？
所以你承认了你入室盗窃是属实的，是吗？作案现场拍照取证已全部完成。哎，我说你这小丫头片子怎么说话呢？什么叫入室盗窃？你们警察有没有培训好？我都说了，这是我们街坊邻居之间的互帮互助，拿点东西怎么能叫偷呢？你这小同志思想觉悟太低了。互帮互助，帮到把我工资卡装进你兜里，帮到把我几万块的首饰卖了100块。你当法律是你家炕头上的烂抹布吗？我告诉你，这女的幸亏没进我家门，要是真成了我儿媳妇，我给她立规矩都得费心费力，难死了。算了算了，这种败家娘们儿不要了，素我都不要了。站住！你干什么？我都不计较他报警的事了，你还拦着我干嘛？入室盗窃是犯罪，不是你说算了就算了的。哎呦活嘞，老天爷啊，我不活了！犯罪？你这小丫头片子讲话过脑子啦？你看我多大岁数了？我今年都65了，我年纪大了，脑子糊涂，开错了门不行吗？开错门？开错门能把人家的防盗门弄成这样？怎么不能？这楼上楼下的每一层的格局都长得一个样，那大门也都是一个颜色的。我老眼昏花，记不清楚自己住几楼，走错门有什么稀奇的？这你也要抓我？你们警察就是这么办案的？放着外面那么多杀人放火的不抓，跑来这里抓我一个走错门的孤寡老太太，还有没有天理了？大家伙都快出来看看啊！欺负老人了！他们联合着外人要把我们老百姓逼死了！太能耍赖了！刚才在群里发水果的时候不还挺精神的吗？真是没皮没脸啊！这老太太舍不得。王阿姨，你是不是觉得全天下的人都跟你一样脑干缺失啊？你个毒妇说什么？开错门？麻烦你睁开你那双老花眼看清楚，我们这个小区交房的时候全都是统一安装的高级指纹密码锁，指纹不对，密码不对，连门把手都压不下去，门锁还会发出刺耳的防胶警报声。你是怎么能记不清楚，记到找来撬棍，硬生生把 C 级锁芯都给撬烂了的？你出门遛弯还随身带作案工具吗？哎呦，走错门！大妈，你这记性不仅差，还间歇性失忆啊！刚才你可不是这么说的。警察同志，你们的执法记录仪可都开着呢。就在5分钟前，这老太婆亲口在大庭广众之下承认，说看我们露露门没关，就进去把露露的贵重物品全都处理了。当然，实际上是她暴力撬锁进去的，几万块的金银首饰，她自己拿走，说卖了100块钱。大几千块的没开封的大牌护肤品，她拿去送给她亲生女儿。连冰箱里上千块钱的孕妇营养品和进口水果，她都拿出来在小区业主群里发红包分给邻居了。这些都有微信群的聊天记录为证。你在这装什么阿尔茨海默症？我什么时候拿他首饰了？我什么时候发水果了？你听错了，都是你们这2个贱人合伙编出来害我的！你个丑女人，不要脸的烂货！这是我们家的家务事，轮得到你在这儿嚼舌根？你爸妈是怎么生出你这么个毒舌的？爸妈没教过你出门在外要尊老爱幼吗？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都多。你在这儿血口喷人，小心走夜路被车撞死！我呸！老娘尊的是德高望重的老人，不是你这种满肚子坏水的坏人变老了。你少拿年纪在这儿倚老卖老，法律面前，你就是个长满了皱纹的贼！贼？抓贼得讲证据。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偷了？嘴巴长在你身上，你想怎么编就怎么编。有本事你拿出我偷东西的证据来啊！没证据，我反手就告你们诬陷，让你们2个小贱人去蹲大牢。老妖婆，你以为我刚才为什么一直把你死死堵在这门口，跟你费这么多话？你真以为我是在跟你讲道理啊？大妈，时代变了，抬头看看，认识那是什么高科技吗？你
你什么意思？那是最新款的4K 高清云端智能监控，带360度夜视和录音功能。就在你刚才站在这里，像个跳梁小丑一样大放厥词的时候，你说的每一个字，每一个炫耀你怎么入室盗窃的细节，每一副丑和作呕的嘴脸，全都被录下来了。你阴我！不仅录下来了，而且视频早就实时同步传到了云端。就算你现在把那个摄像头砸个稀巴烂，证据也已经锁死了。谁准你们拍我的？你们这是侵犯我的肖像权，侵犯隐私！我要去法院告你们，把手机给我，把视频给我删了！老实点儿，在公共楼道区域安装监控，保护自家财产合法合规。你现在涉嫌入室盗窃，数额巨大，还敢当着警察的面抢夺物证，我看你是想罪加一等，杀人了！警察联合外人欺负老百姓啊！我儿子不会放过你们的！妈！沈璐，你个臭不要脸的贱货！你怎么当儿媳妇的？敢联合外人欺负我妈！老子今天非打死你个贱人不可！老实点！我的胳膊断了！警察了不起啊！你们凭什么抓我？我管教我自己的老婆天经地义，就算是玉皇大帝来了也管不着。妈，你别怕，有儿子在，谁也欺负不了你。沈璐，你个给脸不要脸的烂鞋！等你进了我老王家的门，看老子怎么收拾你！等老子娶了这娘们儿，非把她用铁链子拴在阳台上，天天打，非整死她不可！沈女士，这位是？我是谁？我是她男人，是她的天！警察同志，你们抓错人了！这女的简直脑子有病，孕期综合症犯了，自己家这点破事儿，竟然叫警察来抓自己的亲婆婆！你给我闭嘴！闭嘴，老实点，没问你。老婆，你也太不像话了吧！我不就是嫌你乱花钱，让我妈过来给你立立规矩吗？你至于把警察叫来吗？我看到你肚子里揣着个不知道哪来的野种，好心好意想着给你接个盘，给你一个完整的家，结果你倒好，不仅不感恩戴德，还跟外人一起欺负咱妈。呸！谁是你老婆？你少在这满嘴喷粪！不是我说，你们这一家子到底是什么口味啊？你这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也就罢了，意淫都不意淫点好的，非得意淫人家一个已婚的孕妇，你是觉得当便宜爹很光荣吗？你懂个屁！你以为老子想找她？像那些好的、漂亮的、清白的黄花大闺女，人家能看上我吗？能给我倒贴嫁妆吗？只有像她这种被渣男搞大了肚子的破鞋，没人要了，才能知道我的好，才知道心疼我。我也就是个本分的老实人，不像外面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男人，天天幻想娶个仙女。我这叫有自知之明，叫务实。她带个孩子，我也能勉强接受，反正只要她生完这个，第二胎给我生个带把的，是我的亲种就行了。我都这么退让了，她还闹什么闹？我的天，我今天真是活久见！你这脑子是长在皮骨上了，还是胎教吸液啊？就你这360度无死角的猥琐样，还敢说自己是老实人？求求你别侮辱人家老实人了，行不行？老实人上辈子是捐了你家祖坟吗？要受这种奇耻大辱？警察同志，要不你们直接联系一下市精神病院的救护车吧。指挥中心，核查2名嫌疑人身份信息，姓名王金莲、王宝，
重点查一下两人在各大医院有没有精神类疾病的就诊记录或者既往病史。收到，马上核查。查什么精神病？老子没病，老子清醒的很。清官难断家务事，你们快把我放开！就是我们家宝儿好好的，你们凭什么抓他？沈路，你个丧门星，还不快让警察放开你男人！指挥中心呼叫，经全国医疗联网系统核查，嫌疑人王金莲、王宝两人均没有任何精神病史及就诊记录，精神状态评估为正常。完毕。既然没病，那就是纯坏，又蠢又坏。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戴上手铐，全部带走。哎呦喂，警察乱抓人啦，没有王法啦！放开我！我没偷东西，我是来找我老婆的。你们算什么东西？敢管老子？走！不是吧？都颠成这样了，这还没病？现在的医学是不是不够发达呀？没病更好，有精神病，说不定还能逃脱法律制裁。既然没病，那他们就必须一分不少的赔我的钱，还得在牢里踏踏实实的关上好几年。我的天，露露，你快看小区业主群，消息都快炸到9999加了，咱们小区这绝对是要上今日头条的节奏啊！我错过了什么？咱们小区这是进悍匪了！1102那个老太婆是不太正常。上个月我闺女在电梯里被她莫名其妙骂了一顿，说什么女的读多了书心就野了，不如早点打工赚钱好骗男人。老毒怕不是故意撞孕妇的吧？我的天，老太婆是1102的啊！我儿媳妇去年怀孕，在楼下散步被她推着买菜的铁车撞了2回。我现在一想，这老毒鼠怕不是故意撞孕妇的吧？原来这老妖婆是惯犯啊，专挑弱势群体和小姑娘下手，简直是个变态反社会。那个，等一下，咱们下午在群里抢的水果包和拜会都是撬了102的门偷出来分给我们的吧？这可是贼赃啊！这得还给人家沈小姐啊！我都吃了一半了，这怎么还啊？哦，沈小姐真对不起啊，要不我折现发个专属红包给你行吗？这群邻居总算智商在线了，刚才还慷他人之慨，现在知道吃的是带血的馒头了。算了，不知者无罪。沈小姐大气，希望102那对奇葩母子把牢底锁穿，千万别再搬回来了，太恐怖了。放心，他回不来了。18楼大哥别吓我，你要去劫狱暗杀他吗？大哥冷静啊！露露，你没事来了？魏国，你不是去外省执行秘密抓捕任务了吗？怎么提前回来了？发生这么大的事，家里都被人给端了，你怎么不直接给我打电话？要不是所里的老陈今天早上跟我通气，我还被蒙在鼓里。你知不知道，我听到那对神经病母子拿撬棍进家里的时候，我魂儿都没了。嗨，多大一点事儿啊！看把你急的，我当时不是怕打扰你办案吗？你老婆可厉害呢，这点战斗力还是有的。可是你被人欺负成这样，还大着肚子，那对人渣简直是死不足惜。没事没事，我不都处理好了吗？人已经进看守所了。你处理好了前半场，那接下来的事儿就交给我。敢欺负我周卫国的老婆孩子，真当国家的法律是摆设吗？好呀，那接下来的1个礼拜，我就负责当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娇妻啦。经查实，被告人王金莲犯非法侵入住宅罪、盗窃罪，现判决如下：判处有期徒刑3年，同时勒令被告人王金莲及家属在10日内赔偿原告沈露女士财产损失共计8万6千元，并承担造谣侮辱的精神损失费2万元。8万，抢钱啊！法官大人，你是不是跟那个姓沈的串通好了来讹我们老百姓的？就他冰箱里那几瓶破水，一点烂水果，加上那几个破铜烂铁的假首饰，怎么可能值8万多？你们这是黑社会，是敲诈勒索！肃静！被告人注意你的言辞。原告所有的首饰都有正规发票和鉴定证书，如果不按期执行，法院将强制冻结你和你儿子的所有银行账户，并强制拍卖名下资产。小沈啊，你就放过我这个老婆子吧！我就是看我儿子年纪大了，快40了还
女的伺候他，我做妈的太着急了，才会造谣你是我儿媳妇儿啊！我就想着把你名声搞臭了，你老公不要你了，说不定生米煮成熟饭，你就愿意老老实实跟我儿过了呢。你可怜可怜我吧，你也是大着肚子要当妈的人了，你也是生儿子的，你应该知道我的心情啊。妈妈为儿子操心，想给他找个媳妇儿，有什么错呀？法官大人，我申请提前离场，多听他说一个字，我怕影响我胎教。你们这是偏袒孕妇，我要上诉！上诉！法官大人，我妈那叫护子心切，顶多算个民间纠纷，你们凭什么判3年？我不服，我要告你们滥用职权！肃静，庭审开始。休庭10分钟后议。老婆，喝点温水润润嗓子，这人渣太恶心了，别气坏了身子。你是那个1803的，法官是你老婆，这不公平！你们这是串通好的，我要申请回避！回避你大爷！老子可是合法纳税的好市民，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上诉人王宝在2审调查期间，本院接到了群众的匿名举报线索，经公安机关顺藤摸瓜、深挖彻查，发现3年前您与你母亲王金莲曾试图在火车站拐骗一名涉世未深的女大学生，并企图将其非法拘禁至乡下老家。当时该女生警觉性高，成功逃脱，事后在网上发帖求助。由于当时缺乏监控证据，案件一直悬而未决。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次警方在你们乡下老家的地窖里搜出了你们当年准备用来锁人的铁链和作案工具。全体起立。上诉人王宝原审被告人王金莲无视国家法律，侵犯妇女人身自由及公私财产，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现2案并罚，驳回上诉，加重判决，判处王宝、王金莲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即日执行。不，10年！我出来都快50了，我还没娶媳妇儿啊！我老王家绝后了！露露，小区里的家人们都来给你家宝贝过满月了，快收下，给宝宝穿。刚到的，可新鲜了。一点心意，给宝宝买奶粉。谢谢大家，谢谢。丫头，叔来看你了。从今天起，叔给你做1个月的月子餐，全是用土鸡土鸭熬的汤，保证天天不重样，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谢谢叔，那我就不客气啦，我可得把这1个月吃回本。妈妈，你看这串葡萄好大呀！等爸爸周末调休，咱们拿回家给他酿葡萄酒喝。好，爸爸最喜欢咱们念安摘的葡萄了。哟，我当这是谁呢？这不是沈露吗？好久不见啊！我不认识你们，请离我们远一点。沈露，你怎么能说不认识呢？咱们好歹是老邻居了，10年没见，你怎么变得这么生分了？这小姑娘长得真水灵啊，是你女儿吧？都长这么大了。妈妈，他们是谁啊？安安别怕，没事儿，只是2个认错人的陌生人。我们走。哟，别走啊，沈露！怎么着？10年不见，连以前的街坊邻居都不认识啦？你倒是过得风生水起啊，穿金戴银的，
开着那么气派的大宝马，连这小丫头片子也养得白白胖胖的，真是让人羡慕死啊！这老天爷可真是不长眼，凭什么好人没好报？你这种心肠歹毒的女人，反而吃香的喝辣的。竟然这么快就被放出来了！我过得好不好，跟你们没有半毛钱关系。好狗不挡道，让开！怎么没关系？沈洛，你别给脸不要脸！你睁大狗眼看看我，我这满头白发，我儿子是大好的青春，我们母子俩在里面蹲了整整10年啊，吃了10年的牢饭，踩了10年的缝纫机。你们坐牢是因为你们自己作奸犯科，入室盗窃、伪造国家证件、造谣诽谤，更别提你们还在火车站试图拐卖涉世未深的女大学生。这一切可全都是拜你所赐。要不是当年你心狠手辣，死活要报警抓我们老王家能落到今天这个家破人亡的地步吗？拜我所赐，王金莲，10年的牢饭是不是把你的脑干给吃萎缩了？这些全都是你们罪有应得，法律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更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你们今天的下场，全是你们自己选的。你放屁！你少在这站着说话不腰疼。抛开事实不谈，难道你就没有一点错吗？当年要不是你不肯乖乖给我做老婆，要不是你非要报警计较那点破手势，我妈能被抓吗？警察能查出以前的旧账吗？老子这辈子都被你毁了！老子在里面整整吃了10年的清水煮白菜，连个女人的手都没摸过，现在出来连个保安都没人要，只能去掏汉子。你现在过得这么滋润，你凭什么啊？沈璐，你现在开着宝马，住着豪宅，这些本来都应该是属于老子的。你欠我们老王家的，你必须赔偿我们。你现在开着宝马，住着豪宅，我要求也不高，给我个180万补偿我这10年的青春，不过分吧？还有，你这宝马车，一会儿把车钥匙给我，我借去相个亲，充充门面。还有这小丫头片子，既然当年你没给我当成老婆，那就让这小丫头给我当个干闺女，以后长大了好好赚钱，孝敬我这干爹，就当是替你赎罪了。赔偿干爹，王宝，你是不是在里面踩合人机，把脑浆子都给踩成豆腐渣了？当年你们偷我的钱，造我的谣，我没跟你们算当年的精神损失费，已经算是国家法律宽宏大量，仁至义尽了。你们居然还有脸站在这儿跟我要赔偿，真是厚颜无耻，他妈给厚颜无耻开门，无耻到家了！小贱人，你不给是吧？好，你有种，你信不信我明天就去你女儿的学校门口拉横幅，我去网上拍视频开直播曝光你，就说你嫌贫爱富，逼死婆婆，我要让网暴教教你怎么做人。那啥，网上不是说了吗？抛开事实不谈，难道你就没有一点错吗？好啊，那咱们就走着瞧。不过在你们发视频之前，我先让警察来看看。喂，110吗？我要报警，这里有2个曾经因为拐骗女大学生入狱的刑满释放人员，正在对我进行敲诈勒索和人身威胁。你个疯婆娘，动不动就报警，算什么本事？宝儿，快走！这毒妇诡计多端，咱们好汉不吃眼前亏，等咱们筹划好了再来收拾他。算你狠，沈璐，咱们山水有相逢，老子记住你们了，走着瞧。安，我们走。妈妈，刚才那个胖叔叔和老奶奶，他们真的是坏人吗？我感觉他们的眼神好可怕，就像童话书里要吃小孩的大灰狼。我绝不能让10年前的噩梦再次重演，更不能让这些脏东西脏了女儿的眼睛。安，你记住，他们是坏人，超级大坏蛋。以后要是你在学校门口或者在小区里再看到这2个人，绝对不要理他们，一定要离他们远远的，然后第一时间给爸爸妈妈打电话，知道吗？妈妈，我记住了，爸爸是抓坏人的警察大英雄，我是大英雄的女儿，我不怕他们。呸！贱货，老子让你开宝马，让你装高贵，老子天天来给你上眼药，把你这弄成废粪池，看谁还敢来找你做生意！站住！你个死肥猪！光
天化日之下跑来扔大粪，你还要不要你那张老脸了？哎呦，这路是你家修的啊？我刚好路过，手里垃圾袋破了，掉在地上，关我屁事儿？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是故意扔的？不好意思，我头顶的360度高清摄像头2只眼睛都看见了，我已经报警了。王宝，你是不是刚放出来几天皮又痒了？寻衅滋事是不是？警察同志，天大的冤枉啊！我就是个捡破烂的，不小心把垃圾弄洒了。你们警察不能因为人家开着豪车就偏袒有钱人，欺负我们穷老百姓吧？沈女士，她这种行为确实恶劣，但目前造成的财务损失达不到立案标准，按规定我们只能对她进行口头警告和批评教育。听见没？警察同志都说是小事儿，沈路啊沈路，你能拿我怎么样？老子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有种你把我抓进去吃免费的牢饭啊！哈哈哈哈哈！这就让他走了？这也太欺负人了！这种无赖简直就是狗皮膏药。露露，先别上车。魏国，怎么了？刹车油管被剪断了一半，轮胎也被扎了排气孔。我的天哪！如果露露刚才直接把车开上高架桥，这是要杀人啊！从今天起，你和念安绝对不能单独行动，接送念安必须由我亲自去。家里的监控，你工作室的安保，我今天就全部换成军警级别的联动警报系统。是王宝他们干的。除了这帮不知死活的人渣，还能有谁？他们这是在踩我的底线。露露，他们绝对不会罢休的。我有个办法，我马上安排所里的便衣兄弟们死死盯着他们。只要他们敢再露头，我一定让他们把牢底坐穿。呸！这过的叫什么日子？整整10年啊，在里面踩缝纫漆，出来了还要吃这种连猪都不吃的破面条。妈，你别叨叨了行不行？我今天去工地搬砖，人家包工头一看我的案底，直接让我滚蛋。咱们现在是过街老鼠，谁敢要咱们？都怪沈路那个丧门星，他害得咱们家破人亡，他自己倒好，住豪宅开宝马。上次你扎了他的轮胎，怎么没把他给撞死呢？喂，表舅啊，什么风吹到你这边了？听说你出来了，就这儿有个发财的门路，隔壁村那老光棍愿意出高价买个干净水灵的小丫头，回去给他们家傻儿子当童养媳，最好是9岁10岁的，能干活又好拿捏的。出多高？20万，只要货好，当面结清。妈，20万啊！有了这笔钱，咱们就能回老家盖小洋楼，就能翻身了。9岁10岁，水灵的小丫头。宝儿，你记不记得沈路身边那个小丫头骗子？她不正好9岁吗？对呀，沈路那个贱人当年死活不肯给我当老婆，那就拿他女儿来抵债，这就是天意，这就叫父债女偿。反正他沈路有钱，大不了再生一个。咱们把那小丫头弄到深山老林里去，换20万，既能报复沈路，又能发大财，简直是一箭双雕啊！妈，出来了，出来了！那个穿粉色校服、背着书包的小丫头就是沈路的女儿。哎呦喂，长得真叫一个小仙女啊！这要是卖给表舅介绍的那个傻子当童养媳，绝对能卖个好价钱。你瞧清楚没？今天谁来接的？妈的，又是周伟社那个活阎王！这孙子不是警察吗？天天闲着没事干，亲自来接孩子。还有沈路那个小贱人，防我们跟防贼一样，出入都开着那辆破宝马，咱们根本没机会下手啊！急什么？老娘这几天早就把他们的底细摸得门儿清了。这小丫头片子，每周5下午5点半都要去城南那个老旧小区旁边的跆拳道馆上课。那地方是个待拆迁的老破小，不仅没监控，旁边还有一条连路灯都坏了的死胡同。周5下午，那贱人会在巷口等他女儿。
这就是老天爷赏给咱们发财的好机会。对呀，等沈露那娘们一出现，咱们直接用蒙汗药把她放倒，再把小丫头骈子往面包车里一塞，一脚油门直接开到乡下，等生米煮成熟饭，把那小丫头交到买家手里，当场就能拿到那20万的现金。有了这20万，老子直接远走高飞，吃香的喝辣的，还用得着在这破车里闻脚臭？哼，在老娘眼里，那丫头根本就不是个活人，她就是一堆行走的钞票，不仅能拿钱，还能让沈露这毒妇尝尝失去心肝宝贝的滋味。谁让她10年前不让你如愿，这就叫活该。露露，你看，这帮人渣不仅在跟踪你们，我同时查到，王宝这2天频繁跟一个外号叫麻子的乡下人贩子通电话，他们的目标是安安。这堆畜生，10年的牢饭还没吃够，现在竟然敢把主意打到我女儿头上，他们根本就不配当人！别怕，我绝不会让他们动你们母女一根汗毛。这片老小区虽然是监控盲区，但正合我意。我已经跟市局打过报告，这周末我要布下天罗地网，来个瓮中捉鳖。魏国，周5我要亲自去当这个诱饵。不行，这太危险了。王宝那个人渣心狠手辣，你不能去冒险。安安那边，我会让林晓悄悄接走，你没必要亲自去冒这个险。我是你的妻子，是安安的妈妈。面对这种躲在暗处的毒蛇，退缩只会让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只有我亲自出面，而且装作手无寸铁的落单样子，他们才会彻底放下戒心，乖乖钻进圈套。我带上这个，套出他们买卖人口的口供，只要录音一拿到手，你立刻带人冲出来抓现行。我要让他们为自己的贪婪付出代价，这辈子都别想再见到外面的太阳。好，但你必须答应我，一旦有危险，立刻拉开距离，我就在离你不到10米的暗处。奇怪，安安怎么还不下课？这雨越下越大了，早知道刚才就带把伞了。安安，是你吗？哟，沈露，好久不见啊！怎么着，等女儿呢？今天看你还往哪儿跑！你们想干什么？王金莲、王宝，光天化日之下，你们别乱来！哈哈哈哈！光天化日，你瞎了眼吗？现在天都黑了，老子早就踩好点了。这条死胡同连个鬼影子都没有，你就算喊破喉咙也没人来救你。沈露，识相的话就乖乖跟我们走，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10年前你给脸不要脸，今天老子就要连本带利的讨回来。你们想干什么？我警告你们，现在可是法治社会，我老公周卫国可是警察，你们要是敢动我一根手指头，他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警察？警察算个屁呀！等你那个死彪子老公反应过来，你那宝贝闺女早就被我们装进麻袋，卖到10万8千里外的穷山沟里去了。到那个时候，她就是人家傻子的童养媳，天天被铁链子拴着生孩子，你们这辈子都别想再见她一面。你们竟然敢打我女儿的主意！王金莲、王宝，你们简直不是人！我们不是人，那也是被你这个女人逼的。要不是你10年前揪着点破事儿不放，非要把我们送进监狱，我们会白白坐10年牢。今天老子就要让你尝尝失去女儿的滋味，还要让你这张漂亮脸蛋儿也在老子身下求饶。就凭你们这2个酒囊饭袋的废物，也想动我女儿，真是痴心妄想！你敢打我？打你怎么了？10年前我没打够，今天正好新仇旧恨一起算。还好这10年来，我跟着魏国学习了近身格斗防身术，陪着安安一起练跆拳道，对付他们绰绰有余。臭娘们儿，你还敢反抗？老娘今天非把你弄晕不可！
你们以为我真的会毫无防备的跑来这里等女儿吗？从你们出狱那天跟踪我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们贼心不死，肯定会打念安的主意。今天不过是引蛇出洞而已。老公，人已经抓住了，你们可以出来了。露露，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我没事，放心吧。不可能，这不可能！你怎么会有防备？老实点！周队，手机里存着他们和乡下买家的聊天记录，记录里清晰的写着拐骗周念安的计划，还有谈好的20万的价钱，铁证如山。都带走。沈洛、周卫国，我不会放过你们的，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你还是好好在监狱里待着吧，这辈子你都别想再有机会出来害人了。王宝，还不老实交代？证据都摆在面前了。我交代，我都交代。警察，都别动！别怕，别怕。警察叔叔救你来了，不怕，没事了啊。法官大人，我们就是一时糊涂啊，我们没真想拐骗那小丫头，就是想吓唬吓唬她妈。小沈啊，你就原谅我们这回吧，我们再也不敢了，求法院从轻处罚啊！肃静，被告人请控制情绪，法庭陈述需有序进行。法官大人，王金莲和王宝母子10年前因入室盗窃、造谣诽谤家属，被判10年有期徒刑。刑满释放后，不仅不知悔改，反而变本加厉。他们故意损坏他人财物，更妄图拐骗我的女儿，将其卖到乡下。其行为性质极其恶劣，社会影响极坏，对我的家人造成了极大的心理伤害。他们的心里没有丝毫的法律意识，没有丝毫的人性，只有贪婪和怨恨。如果这次对他们从轻处罚，他们出狱后必定还会继续作恶，伤害更多的人。我恳请法官大人依法严惩，还我和我的家人一个公道，还社会一个安宁。经本院审理查明，被告人王宝、王金莲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现数罪并罚，判决如下：判处被告人王金莲、王宝有期徒刑18年，即日执行。不，18年，我出来都成老头子了。沈璐，你个贱人，我杀了你！冤枉！我要上诉，我们要上诉！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妈妈，以后我一定会好好练跆道，我要变得特别厉害，以后换我来保护你和爸爸。好，妈妈相信你，我们安安一定会是最勇敢的女侠。露露、念安，别怕，有我在，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敢欺负你们了。10年前，面对王连莲和王宝的欺凌，我没有选择息事宁人，而是用智慧和勇气捍卫了自己的权益。10年后，面对这对母子更加丧心放狂的挑衅，我依然临危不惧，和我的丈夫一起布下天罗地网，亲手将他们再次送进了监狱，让他们受到了法律最严厉的制裁。我用这10年的经历告诉所有人，面对恶人的欺凌，一味的退让和妥协，只会让对方觉得你软弱可欺，得寸进尺。唯有勇敢的站出来，握紧拳头，拿起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才能让恶人付出代价，才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幸福。而那些心存恶念，妄图通过作恶来达到自己目的的人，终究逃不过法律的制裁，终究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惨痛的代价。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这世间的善恶终有报。